2018年11月，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称，史上第一位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了。他利用 CRISPR-Cas9 的技术，修改了受精卵的基因，让一对双胞胎姐妹能够天生对艾滋病免疫。这个震惊学界的事件，是否开启了潘朵拉的盒子 ？CRISPR 又是什么？我们即将进入基因治疗的时代了吗？科学家在某些细菌中发现一套叫做 CRISPR 的防御机制，病毒会试图透过植入 DNA 来制造分身并杀死细菌，而细菌在防御的同时，会将病毒的 DNA 放入 CRISPR 阵列中保存，这样才能在下一次病毒入侵时，派出基因刽子手 Cas9 带着阵列制作的向导 RNA 进行序列比对。一旦配对成功 ，Cas9 便会切断 DNA， 让病毒失去功能。而且不只是细菌，只要在任何有机体内注入 Cas9 和向导 RNA， 就能在几十亿对核苷酸中找到要切割的位置。如果搭配其他编辑技术，更可以轻松地删除、新增、修改，甚至是反转 DNA 哦。但要怎么用基因编辑治疗疾病呢？我们可以取出有缺陷的体细胞，修改基因后再送回体内。或是利用病毒载体奈米技术，将 CRISPR 直接注射到生病的组织。目前已经在小鼠实验中成功改善了肌肉萎缩症、艾滋病等等，就连癌症也能借由 CRISPR 来激活免疫系统，杀死癌细胞。那有没有办法一出生就不要得病啊？这就要编辑生殖细胞了。在胚胎早期进行编辑，可以一劳永逸，让未来每一个子细胞拥有修改好的基因。而且还能遗传给下一代，让人类数千种遗传疾病永远消失在历史之中。哇，太棒！不过，目前科学界一致反对编辑人类生殖细胞，基因太过复杂，我们无法保证编辑后的基因不会产生新的缺陷。如果这样的缺陷流入人类基因库，可能会造成物种浩劫。更不用说，人们会开始以治疗疾病为名，追求量身打造的定制宝宝了。定制宝宝有什么不好？又健康又好看呢。当人类开始为下一代挑选有利的基因，遗传只会更加不平等。有钱人家的小孩保证高富帅，智商180，没能力改变基因的反而成为弱势族群，加深社会的对立与歧视。人类曾因极端的优生学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我们会不会让历史重演呢？ CRISPR 就像是上帝的手术刀，给了我们改造生命的能力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当这项技术越来越成熟，基因伦理的底线将不断被挑战。说不定有一天，我们反而会觉得不给予胚胎基因治疗是不道德的呢。如果今天一颗胚胎有高几率得到心脏病，科学家能不能改造基因，让胚胎拥有比普通人更强壮的心脏呢？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吧。